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今天影片的主题是聊聊可以塞 ATS 电源的小机壳。那讲到这一点，有人可能会问说，主 ITS 就是要用 SF 小电源啊，那为什么我要用 ATS 大电源？不过为什么有些人他用3槽大显卡主 ITS 就没有关系？Mitsubishi 连4槽显卡都把它当做一个卖点了，那是不是双重标准呢？那我觉得啊，任何跟人有关的事情，包含政治，你的价值观不一样，那标准就会不一样。如果你的价值观跟对方不相同的话，然后就说别人是不理性或是有病，那这样就是增加冲突、树立敌人。那我觉得这样并不是很理想。扯远了，那我们回到 ITS 的主题。基本上一张显示卡，它只要一个扩充卡之类的，或是不需要扩充卡，那它应该组 ITS。剩下的空间你可以拿去塞显卡，也可以去塞硬碟，那你当然可以拿来塞电源。那所以我这一集会盘点一些用大电源的小机壳，那这边可能也会涉及一些 NATS 的机壳。第一部分是较小型的 NATS 机壳。毕竟 ATS 电源它比较多，也可以以量制价，所以有些小壳的厂商可能会想说直接换这个。此外 NS 电源也比 ITS 便宜，如果你只是想单纯换壳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换。首先是 C2， 那这个机壳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这算是小壳常青树的代表。如果你只装原厂散热器，那你或许可以买一张小一点的显示卡就可以了。那中阶配置当然是没问题的，不过因为散热关系，记得电工不要选太差。那再来是 Q300 跟 Q500。Chromaster 这个小尺寸的 NATS 壳很特别，它的电源是装在以前2000年左右的老电脑光碟机的位置，可以在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降低其高度。那它的评语其实跟 Shift 一样，就是散热还蛮差的。虽然说它每一面都可以安装风扇，但事实上就是因为它全对称的设计，然后为了兼顾强度问题，它的孔都开很小，那基本上有一半的面积你风都流不出去。如果风扇风压不足的话，那它的风流就会大打折扣，加上它是侧透的，会进一步的恶化这个情况。所以我跟 C2 一样，都只建议到中阶配置。你6核心再加上8片显卡，那就差不多了。横躺式的 NATS 机壳也在里头。我之前介绍过 Deliver 200跟世博东小尖兵都已经分析过了。如果你想要 NATS 这样子用 ATS 电源加空能的配置的话，那这一是相当推荐的。只要你确定你的桌面空间足够就没有问题，因为这种壳都比较宽。那第二部分是用 ATS 电源的 ITS 机壳，那像之前讲的影星、苏狗14、15、16这3款都是。那除了16是全新架构外，其余像是 NR200 跟 CST350 跟这些机壳的架构都很像。那 NR200 它 ATS 不是标准配备，那 CST 它也就是一个 NH 机壳。那不过我觉得它基本上都可以归类在刚停产的 NCAS N1 的延伸。那这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气能跟水能的相容性都非常的好。你要上气能150双塔或是240水能，那都可以。还有像 Ear ITS 这样原木质感的曲线机壳，它的缺点就是它的散热比较一般。那这种架构再加上前置风扇的话，那就有点像是 H210 这样子的机壳。第三部分是之前讲过用延长线的 A4 架构。那像刚上市的联力 Q58 跟 Mitsubishi 他们姐妹品牌，那就是差个90度这样子。那 Q58 它用 ATS 电源的时候只能用120水冷，那 Mitsubishi 还可以装240水冷，但是要注意厚度，原则上还是建议用120。最后是我讲过的一些大型的 ITS 机壳，比方说的 Tower 100，这咖壳其实除了水冷120之外，其他都是上上之选，它的功能、显卡跟展示性都非常的好。还有我介绍过的 P200A， 它应该是散热最好的 ITS 壳了，它的上限应该是比 NR200 还要高，光是240水冷的支援就是相当的惊人。那它的散热、硬碟空间都是上上之选。
以上是关于这一期支援 ATS 电源的小机壳简介。如果有哪些这类型的可遗漏了，也务必让我知道。您的回馈是本频道最大的动力。那因为出席经费关系，我都是选择用影片、图片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，没办法每个机壳都买来煮给大家看。那我会尽可能以后让我的频道更加多元一点，那还请各位多多体谅。那我是 Horace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